去 X 女人又躲哪去了？走进门多久了还不开电话？在感受人家的陷局，还以为自己是罗家的千金呢。你是不想怎么样？你敢不让我死给你看？姐姐，是我，双月。没事了，姐姐，爹爹已经被我说服了，他让我来接你回家。爹爹终于相信我是清白的了。没事了，姐姐，没事了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赶紧跑吧，快走！快，夏双月，他们马上追上来了，快点，我跑不动了。救命啊！放我出去！救命啊！娘子，有危险，快跟我回去！你这个禽兽，我死也不会跟你圆房的。娘子，你误会我了。姐姐，双月，我们走。娘子，娘子，姐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姐夫，双月，为什么我是你姐姐？你是我姐姐，是从出生以来就拥有一切宠爱的嫡女。是我告诉爹爹你和裴景恒有染了，只要你被赶出家门，爹爹就只有我。把他们都扔进棺材里。李金木还活着，这是我们成亲的那天，我重生了。娘子，好，我不哭，我就要说，老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世我不会再离开你。娘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嫁给我吗？他们都在传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信吗？那正好，他们都说我色胆包天，咱们俩岂不是天生一对？这么看，相公还是有几分姿色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姐姐，你醒了吗？我要回去了。我怕姐姐你不习惯干粗活，特意留了个下人给你使唤。不贵妹妹，不要嫁给他，跟我走吧。好啊，看来那些双年水性杨花的传言都是真的。不是，婚第一天就把野男人带到家里来了。不是的，我住嘴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女儿？从今以后，他们家没你这个人。看来上一世双月把裴景恒留在这里，也是他故意设下的圈套。这个男人一无是处，家徒四壁，我一想到姐姐要跟这种废物受一辈子苦，我真是替姐姐不值。唉，要是能嫁给景恒哥哥就好了。姐姐，我给你个惊喜，你快跟我来。景恒哥哥就在屋里。姐姐，来人啊！起火了！姐姐，屋里有人，快救人！双月，你竟如此不知廉耻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爹爹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爹爹，是姐姐，她想和裴景恒偷情，然后把我关在柴房里的。你也知道，姐姐和裴景恒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有勾结了。你说话呀你！我确实是来见龙月的。龙月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明明是他让人偷情，却拿我当托词。岳父大人，刚才龙月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根本没去过柴房。爹爹，你听见了吗？闭嘴！要不是你之前不检点被你妹妹发现，我也不会把你嫁到这儿来。如今你妹妹也被你带得这般不要脸。唐不唐？这是您的家务事，请您回去处理。李青木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既然你不想认龙月，那她以后就不是你的女儿，只是我李青木的娘子。世上没人能欺负我的娘子，即使是你，也不行。玲珑桃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龙月，滚出来！大清早就窝在房里偷懒，院子这么脏，你看不见吗？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快点儿！哎，小虎，你把画给我放下来。哎呦，哎，这孩子真想小揍是不是？二嫂，你也不管管他，我送给他一张画纸而已，你大呼小叫什么呀？好啊，你只管生不管养是吧？今天我就替你来收拾这个小兔崽子。哎，你走开！你别碰我这小虎！娘，你今天他说的是什么话？贱丫头，没大没小，给你二嫂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是他把我的画给撕了，我又没做错。双母，你看啊，青木，你看他无法无天了，你管不管？原管教的事，我带娘子向二嫂道歉。秦木，哎，你看他这脾气大的，这才刚进门就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这过几年岂不是要骑在你头上了？二嫂消消气，我会好好管教她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小虎，志航，
小虎力气真大，了不起。小虎力气真大了不起，小虎力气真大了不起。相公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在给娘子出气。好听到烂似的，看我宰了你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口沙高啊！我要吃麻糖！还想吃麻糖？都怪你！你怎么管教孩子的？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我娘说你就是个老不死的！你都给我滚出去！都给我滚出去！你撒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李家那个新媳妇儿是个恶婆娘，成天欺负婆婆，净给她剩饭剩菜吃。哎，李家那个新媳妇，听说是恶婆娘转世，把她婆婆饿死了，把婆婆饿死不说，还给埋了呢。你了不起了，就你消息灵通。那是。哎呀，了不得了，这是要埋了！不行，我得告诉他赵婶去。告诉他赵婶什么啊？谭翠婶，有什么新鲜事儿？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我呀？满大街的人都知道说你埋了你婆婆，要不你在院子里挖坑干什么？笑话！你传谣也就算了，还有脸来质问我？这可是我自己家的院子，我挖坑种花怎么了我？你怎么说话没大没小，这么不懂礼貌？我好好运动，把你张嘴就骂，不懂礼的是你还是我啊？冷月，你怎么和翠婶说话呢？哎，说什么呢？谭翠婶，你别跟她一般计较。我今天还就计较了。我告诉你们，钱我不借了，我看你俩还怎么进去干？我怎么能偷耳房耳呢？我原来要这个找上门来，可怎么办呀？那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不是。翠婶，你行行好，赵家可是出了名的地痞流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那是之前，现在不是有了这个瘟神吗？你个死老太婆！我是瘟神，我要是瘟神，我第一个就把你带走。小丫头，别打我一点都不讨厌了。你看看，金木，你媳妇儿太没礼貌了。哎，真是崔婶啊，我差点不敢认了。您这几天不见，怎么又年轻了？您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前几天我就说他心眼太小了。您家崔婶有才有貌那是天生的，你嫉妒得来吗？还是金木了解婶子。不是吧？相公，你难道不觉得他长得有点像呱呱吗？他崔婶儿，你消消气啊，我把他赶出去行不行？你先把他赶走再说，少在这说大话。区区一个离线捕头的女儿，她那个爹还不待见她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真有你的！明天我把青木支开，然后我就把这个扫把星赶出去。都几点了还不去做饭？哎呀喂，可不得了了，刚进门就打起嫂子来了。这是又怎么了？反了你了！今天打嫂子，明天还不收房子。我们李家要不起你这种女人，给我滚出去！我打你！别找了，青木一大早就去临县舅公家探病了，他帮不了你的。早饭煮得这么烫，我看你是随小害娘。对不起娘，我下次一定放凉了再端给您。能不能别赶我走啊？你搞清楚，这是李家，不是你家。对不起，龙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放下，放下！这是李家，不是我家，我自己走。这次我不仅不会吃亏，还要过得逍遥自在。娘，真是奇了怪了，这几天家里怎么老偷东西啊？好吃的什么都没吃着，一转眼就没了。是啊，就连他们里找不少啊，是不是遭贼了？你去四处看看。什么也没有啊？难道是被野猫叼走的？哪来的贼人？陈兰花，你认出我？没错，我就是李青木即将过门的正妻陈兰花。还不滚出去！要不是青木非要娶你，根本就轮不到你踏进李家的门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一笔账要跟你算呢。什么？装什么装啊？赶紧从我的床上滚下来！你的床？兰花才是我选定的儿媳妇儿，就
舅公好不容易给了几个钱，亲母全拿走给你买药去了，你说你是不是扫不清？赶紧滚出李家！啊，算了，我这个人呢，天生心善，我看你就留下做个使唤丫头吧。哎呀，本小姐有点口渴了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倒茶？废物！连泡茶都不会吗？你怎么回事你？唉，要不亏损的钱还没还上吧？我爹啊，已经把帮女婿还债的钱都准备好了。可惜啊，青木没能做成他女婿，不然上京赶考的钱也不愁了。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哎，青木宁愿背着债都不愿意娶你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唐龙月，我本想留下你做个丫鬟的，你可别逼我把你赶出去睡大街。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给你倒杯茶啊。来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拿稳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我再给你倒一杯就是了嘛。快点。对，我什么我？娘，他藏在衣柜里吃喝玩乐，被我发现了欺负我。谁？我都已经把你赶出家门了，你还要脸回来？这个家除了青木，没有人有资格赶我走。死丫头！好啊，我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资格。你，哎呀，你这个不孝子！你要是再想着他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我听娘的，这就休了龙月娶兰花。真的？相公，真的，还是兰花好。哎呀，你总算是开窍了。陈家如此慷慨，我们也不能怠慢了兰花。兰花要配丫鬟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我要求不高，2个丫鬟就行。咱家可请不起丫鬟，这以后丫鬟的活儿就得麻烦二嫂和娘了。娘这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干活呀？二嫂放心，娘只是打个下手，主要的活儿还是你来的。不是，娘，这大小姐咱们可凑不起啊。娘的，你说这兰花好还是龙月好？龙月好。娘，那实在不行，我就要旁龙月一个丫鬟吧。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龙月是我的娘子。你们欺人太甚！如今咱家这债要怎么还呀？还有1个月就要科考了，家里的债都还不上，更别说你进京赶考的盘缠了。听说你妹妹跟着夫家在集市上开了间药铺，生意很好，要不你去找她借点？夫家？庞双月和裴景恒在咱家闹出内档的事儿，不嫁他还嫁谁呀？用不着找他，明天我就和青木一起去市集，帮他一起赚钱。要是赚不到呢？赚不到我们就不回来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这姐，要不要来点药啊？啊，大哥，来点药吧，我们新挖的，买一点吧。娘子辛苦了，擦擦汗。这么多人看着。啊。这样就没人看到。滚出去！那钱买什么药？给我滚！误会了，我忘记带钱袋了。现在病人病情危急，我先赊着，一会儿就把钱这不是送来。神医李郎中吗？上一世他刚来清水县就治好了张县令，名声大振，见多了，好利用这个机会。要是不给钱，我就把你腿打断。住手！我不是骗子。哟，姐姐，好久不见。他欠你们多少钱？你有钱吗？不就这10斛吗？我们也有。要是着急救人，先拿走吧。姐夫真大方啊！要不是我听说你们家欠了不少钱，我还真以为你们日子过得不错呢。你过得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是啊，我们过得很好。还在嘴硬，那就祝姐姐生意兴隆了。多谢2位仗义相助，带我回去治好病人，就把钱送来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上好的药材。大哥，你看一下。骗子！我吃了你5粒药，上吐下泻的，人都快没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都没有开窗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人卖了假药还不承认，就是你卖给我的药，胡说八道！你吃了假药还如此中气十足，看来我们家这是神药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我可以证明，张县令吃了他们的药，病情好转。他们的药货真价实，倒是你为什么要栽赃陷害？哎，这不是神医李郎中吗？哎，不要没药材！我要！啊好，你们先排队吧。没用的东西，都有。你去给赵白斗送个信，就说我要见他。二嫂，那个都是我们昨天好不容易赚的钱，而且都是我们的本金，你怎么能随便拿走啊？我娘家人生病了急用钱，难道赚钱比人命还重要？可是我们昨天真的很不容易才赚到那些钱的，你能不能替我们着想一点？看命要紧，二嫂不必着急还钱。过不了几天，我连本带利的全部还给你们。我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。青木，你看看你给他惯的，我骗你们干什么？怎么说话的嘛？我的钱，那是我所有的积蓄啊！闭嘴！谁让你信了那群耍奸卖滑的江湖骗子啊？做什么发财的美梦？还有，你居然还敢骗青木的钱，说给娘家人治病？我看病得不轻的人是你，好好反思吧！
坐在这儿，钱带了吗？带了带了，没有人跟踪你吧？当然，我多谨慎呢。那这两个人是谁啊？你个死呆子，连本姑娘都不认识啊？本姑娘江湖人称插眼小旋风。龙月，你干嘛？把东西还我！你找揍谁？你个死骗子，装的倒是挺像。骗子！我可是带刀，侍卫，要不能拿到那么好贡茶？带刀侍卫还贡茶呢，这就是一堆破树叶。侍卫，想不到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还是被你们找到了。不是，对，那些人都是你们杀的。对。哎呀，大哥，我瞎说的，我不是侍卫，我就是个见过骗子。什么？反正都杀了那么多了，我不在乎多杀一个。你饶了我！什么也不见，我体力不好。我告诉你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已经报官了，对吧？强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赵白斗那恶霸来讨债了！你怎么还不跑啊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的职业？让开！赵白斗、赵大爷你不认识吗？当然认识了。哟，哎呀，这不是龙月吗？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哎呦，着急去会野男人！我只装什么装？全清水县啊，都知道你私通野男人啊！不好，龙月，他是谁？这又是哪个野男人？哎，爷您果然威名在外。哎，低调低调，拿来吧。什么？装傻是吧？保护费啊！行啊你，怎么样？够了吧？哎呀，还行吧。这个就当我给你的药费了。啊！你敢打我？就是你抢了我们家药材，嗯，你再敢碰我一下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，我倒要看看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兄弟们，还是我人脉给我上啊！走啊！你哪来？你等着！还站住！要不是你打了赵白斗，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么怂。原来赵白斗也没那么可怕，是吧？日后跟我相公出来摆摊卖药，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岂有此理！哥一定帮你出这口气。哥，我不是要你给我出气，我是想娶庞东月。你脑子是不是被他打坏了？他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妇。他不饿我还不要呢。我要是娶了她，以后在这清水县可以横着走了。你小子够机灵啊！想娶的话就直接去抢人呗。哎呀，龙月小姐，看这个架势，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喜欢我吧？我就是喜欢你，怎么了？我还要娶你呢，是不是？嫁给他！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痛痛快快跟我回去，不然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药摊子。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哎，李青木他早就想把我休了，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。他们家真的太穷了。这么看来，好像嫁给你也不错嘛。哎呀，哎，真的？那走，快上哎，路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先把药材还给我，而且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呀，亲自去龙月小姐家里把药材送回去。好嘞。龙月小姐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。好，你先用这个轿子抬着我，围着这个市集转2圈，而且你要当众说你喜欢我，这毕竟我们才打过架，我害怕日后别人嚼舌根，说我强迫你娶我。那没问题，没问题呀。行，那我就回去换身嫁衣了。好，父老乡亲们，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，是因为我赵白斗就要成亲了。新娘子绝对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人，不过请大家相信，她绝对没有强迫我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啊！我是真心的喜欢她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要娶的不是她。还可以谈得起。刚才你不是说真心喜欢他吗？想不到清水县一霸还有这个爱好啊！哎呀，我药材还你。以后我在这条街都没办法收保护费了，我。哥，你有什么法子替我教训他们吗？我没有，不过他有法子。是啊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明天他一定会被李家扫地出门。哎，赵姑娘，回家吃饭了。赵姑娘，这雨怎么越下越大呀？这干嘛呀？看不见吗？看不见呀。你们今天
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就是，灵庙张天师说彭荣月是被妖孽附身了。张天师不是早就不在我们庙了吗？一定是有人谣传。不除掉妖孽，我们全村人都得跟着办白事儿。那您想怎么除掉他？先把他休了，再把他赶出去，外面自有高人收拾。赶出去！秦牧啊，被妖孽附身可是会吸人阳气的。杨震一把年纪了，可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好，那我就邀请大家来看我除妖。好啊。你看错，这个是庞无义，他又回气了，你快把赶紧传啊！这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么晚了，龙月怎么还没回来？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，不敢回来？毕竟张天师威名在外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接他。不行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去通风报信的？翠婶儿，我每天和他同床共枕，多少也染了些晦气，万一传染给您，您可别怪我呀。你别过来！你看我脸来！干什么去？那个是冷月吧？闪娘，闪娘！别来！鬼啊！小虎别怕，别跑到这儿。相公，我回来了。相公，跑什么呀？青木，他们呀，他们在比谁跑得快。这血，这是恶鬼现身了。血？哎呀，这个衣服它掉色，你看。你狡辩你！不打死你，全村人都要遭殃的！快来人！打人！你让他！你们说妖孽会吸人阳气，若是我给他吸了却没事，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他不是妖孽？你拿什么证明？我当然能证明。叫好了。来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天师指定驱病消灾。什么才呀？当然了，给我一张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来，每人都有别急，份啊！慢慢来，大家都有。大家别被他骗了。张天师怎么会把驱邪符送给他呢？清水县的人可都知道我被妖孽附了身，要不是张天师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好起来？姐姐真了不起，撒谎点都不带红的。妹妹，你怎么知道我撒了谎？我看这谣就是你造的吧？姐姐，你这么说，我太伤心了。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就别装了，我都已经找人打听过了，就是你借着赵家兄弟的嘴传我的谣。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还去告诉你，我非要把你家的药铺开起来，我还要抢走你们家的生意。姐姐口气可真不小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来，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来，玄机大师指定平安符，先到先得，买一包药送3个来，来看一看啊。我们李家今天业务活动，今天但凡在我们李家买药的新人，皆可赠送延年益寿包1份。凡是在裴氏药铺买药的，赠送寿比南山药材包3份，外加肉包子1个。谁要你们家肉包子啊？谁要你的破药材啊？你家才是破药材！好，娘子谢谢，喝点水。对不起啊，相公，对不起。没事。哇，简直貌若潘安，太好看了吧！来，吃。娘子，正好啊你这是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李家铺子的活招牌。拿好。我倒要看他这次怎么凶。原来娘子这是要雇我，怎么付工价？剩下的回家再付给你。怎么？快来我们家买药，今天买1赠1。来，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快点起吧！这个看别人用，哎，都是能讲的。只有娘子能忘。小气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多人。请讲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排个队。我刚从临县买了药材回来。哦，方便的话，咱们可以叙叙旧。不方便，你其实别打我。你以前一直都喜欢我。谁让我以前眼瞎呢？你让开！你恨我吗？陷害你的计划都是双月的主意。我不恨你。再说了，你也得到了你相应的惩罚了呀。惩罚？你娶的可是唐双月呀！哎，不许摸！都说了只许看不许摸，你看。哎，裴景豪，听不了了，继续聊啊！我看你俩聊得挺热乎的。娘子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娘子啊？他庞龙月都骑到我脖子上来了。你倒好，回来第一件事居然是找他聊天。你知道我这几天操持这铺子有多辛苦吗？我也不想这么辛苦，勉强维持就很好了。是你总是说要赚大钱的。你这个胸无大志的废物！哼！姐夫，双月，有事吗？姐夫，
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多了，我觉得姐姐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你想多了，她是你姐姐，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姐夫有所不知，其实我知道姐姐为什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喜欢姐夫啊。姐夫这么会做生意，能不能来教教我呀？我刚才话没说完，你姐姐喜欢你，是我不喜欢你。养生春风吹满地，咱家药材真争气，延年益寿补身体，别家全都不咋地。别拉着我！裴氏药铺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药材一律买1送10。你怎么行？这样不钱的。我们家送20，裴氏药铺龙月买1送30，全部白送。刚才下风，大夫看不见，他们白送。哎，没事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唐双月，你毁了我们家药铺。唐龙月，好狠毒！唐双月，你平日里传谣破坏我们家生意也就算了，但你竟然做了你最不该做的事儿。我做了什么事？你居然勾引我相公！我没有，我又没成功。唐双月，你就别装了。唐龙月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真忙啊！如今裴家药房倒闭，咱家药铺重开，实话实说，你赚了多少？唉，自从盘下裴家的铺子，赚的钱啊，全赔进去了。你少跟我哭穷，咱家的杂活全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了，不分我说得过去吗？是想分钱啊？可以啊，真的？那你去铺子里帮忙就有钱赚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想让我干更多的活。哼，是娘让你来的吧？是我让他问的，怎么了？娘，你到时候听青木给你解释吧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青木都让你带坏了，我儿子媳妇输了，却不知道孝敬我这样做娘的呀！我现在就是个笑话，全村人的笑话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大牛，你来干嘛？这不端午了吗？我来看郭祖母。不看好戏，就是。你就是庞某月吧？你是谁啊？当年李家盖房子，我爹可是出了大力气，这理所应当的，这房子有我一半。哎，你要不想给也行，折成现钱。哎，我们家欠了这么多外债，哪有钱给你啊？那我不管，不给就别管我。娘，怎么？你们赚了那么多钱，还想赖账？啊？赚没赚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反正你要是不行，我就把你家房子扒了。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给你，龙月，这够了吧？不够，这哪够啊？这么多年的租金我还没收呢。嘿嘿，下次我再来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？哎，青木，快抢了咱家的钱！还给我，我揍你啊！哎，别打牛哥，我害怕。还你，相公，这个给你。吃下，吃下。青木，大牛这人贪得无厌，给钱不是办法呀。娘，我有事要出去的。你去哪儿啊？青木真是个窝囊废，要是我相公还在世，就不会被欺负了。你这个扫把星！哎，你闭嘴！你以后要是再敢骂龙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走，来歇一会儿，喝点茶水。谢谢娘。听说了吗？官府来抓人了。抓谁啊？大牛。大牛？听说是被人告巨额勒索，人赃俱获被抓走了。太好了！哎，青木回来了，你看见大牛的热闹没有？当然看见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要是搞不到钱，到时候丢人的是你。我一定让庞龙月把钱吐出来。这是我爹留下来的传家宝，你赔我！你讲不讲道理啊？这明明是你自己抓上来的。你还赖我？娘，你评评理！你没伤着吧？娘，我没事。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？娘，我还不知道你整天谎话连篇的，这花币什么来路我还不知道，借个铜板的货色，你还想讹人？啊！相公，我来找你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娘，没事的。咱们还是进去看看。哎，娘，没事的，你就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死不了。要不是上一世二嫂也为了骗钱玩过这一手，可能还真会被骗。哎呀，好像没事了。龙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上吊前就跟那绳子做了手脚了。啊？姐，怎么有空来咱们家？当然是为了看我的好妹妹啊！哎呀呀，你这怎么哭了？我没哭。姐，你来了。听说你们家发了，他谁啊？能沾点光。二嫂的姐姐，她婆家比咱们家富裕，这是怎么所以总是欺负二嫂，连这她像样的都不给走动。首饰都没有。大概是说咱们药铺重开了才来的。原来二嫂要钱是为了面子。今天咱就给二嫂撑撑面子。好的。哎呀，二嫂，
你怎么能亲自干活呢？得亏你把那笨手笨脚丫鬟赶走了。不过呢，我和积木给你请了个新丫鬟，明天就到，对吧？新丫鬟，你还使上丫鬟了？二嫂，我知道你们姐妹聚一次不容易，但是铺子里的事儿还得跟您去定夺呢。你还管上账了？岂止是管账啊！现在整个铺子都归二嫂管。那你那么有钱，你干嘛穿得破衣烂衫的？小心小心，这个可是我们从江南特地运过来的布料。姐姐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你这么老土的吗？我当然认识了，我跟我好妹妹开个玩笑。行，看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走了。好，快走快走，不错，拜拜。姐，快走。多吃点，谢谢。来一块红烧肉。不用了，二嫂，我吃的够多了。听你嫂子的，多吃。娘，那我呢？你们手啊，自己夹。来，在一块儿。来，相公，吃块肉。还是娘子对我好。娘，给我做纸鸢。做什么纸鸢啊？快吃饭。我不吃。哎，相公，你看，科考的时日到了。我不打算考了，我觉得在家里开铺子挺好的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相公就是当副相的命。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，不怕我伤心？当然不怕了，因为到时候呢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相公，我们终于快到京城了。娘子一路辛苦。哎，你的东西！这人好奇怪啊！小心！我可是不人家的人，老子打你能会不会？哎呀，你这个小丫鬟居然敢对本公子动手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送到官府去！住手！那公子对我动手该怎么算？我不是想看看你这个准妹夫够不够格保护我妹妹吗？妹夫，妹夫，说楚玉芝，你还真把我给忘了啊！我是齐景玉。虽然上次见你，也是10年前，但是你这块随身带着的玉佩，我可还记得。这可是我爹交给准妹夫的信。哦，齐景玉。哎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科考了8次都没考上的废物公子啊！本公子第8次还没考呢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居然做完我还敢咒我！齐公子，就算她是丫鬟，也是我楚家的人，难不成齐公子一见面就要给我楚家一个下马威？既然妹夫替你说情，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在这放你一马。赶紧给我回去！相公，为何承认自己是楚家少爷？娘子，齐家少爷生性跋扈，睚眦必报。我若告诉他我不是楚玉芝，他定不会轻饶你。爹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楚玉芝，楚公子。来客人了。丞相大人，哎，生疏了不是？还不改口叫岳父？10几年未见，越发一表人才，不愧是楚将军的儿子。爹让我带他向您问好。好，我跟你爹可商量好了，两边都得办喜事儿。先在我们这边啊，快叫巧言过来，见见他未来的夫婿。爹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来，过来坐。小丫头片子，你还站在这里干嘛呢？内院人手不够了，赶紧去干活。张嬷嬷，公子，好好给他安排点活干。没问题。我是楚少爷的贴身丫鬟，我做不了这些的。别废话，进了我们相府就得守相府的规矩，赶紧刷。相公，你累了吧？我们走吧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我是楚少爷的贴身丫鬟，自然要去找楚少爷了。楚少爷正跟小姐在一起呢，哪轮到你去叨扰？刷你的分头！刷那么干净，那你就拿回去当碗用得了你。你敢跟我顶嘴？你来你！哎，楚少爷，这丫头目中无人，我在替您管教她。张嬷嬷管教的是，这丫头一看就不会干活，连干净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所以才狡辩。不如张嬷嬷示范一下。看好了啊！好，还是张嬷嬷刷的好，这回交给别人不放心啊。以后就有劳张嬷嬷了。好嘞。奇了怪了，楚玉芝和这个丫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不对呀，李清墨，你给我出来！人呢？娘子是在找我吗？谁是你娘子？我看齐家大小姐才是你娘子吧？那我去找她了。你敢？我的娘子生气了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消气呢？我才没生气。终于承认你是我娘子了。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现在事情发展成这样，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。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慢慢计划了。不过娘子以后可千万别再推开我了，不然可能会出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如果亲热的少了，我怕我会忘了谁才是我娘子。好啊你再说一遍，我捏你信不信啊？哎呀，公子，我刚刚都跟你说了，你出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其他公子来了，那你们俩，哎呀，我走了。你们两个，都怪那个齐景宇，要不是他找事，相公就不会冒充楚玉芝。我才
不如在这个鬼地方。默默，你这身新衣服真好看，这料子一看就是上好的裁锦。那可不，这是齐小姐赏给我的。我呀，做了一件最新的款式，这干活也得体体面面的，不像有些人穿的是烂布。我还以为街上穷要饭的来了。我这个可是西域进贡的赏赐，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欣赏的。罢了吧。冷月，主少爷找你。你别说，那件衣服好像还真挺独特的。独特什么独特？干活去。是。怎么，半日不见就想我啦？你听我解释。没有不同寻常的关系。星光，你可算来了，快！原来你把我支走，是为了试探我们的关系。居然背着我妹妹偷人，让开！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。你去吧。我原本想在今年科举的时候帮你一把，看来齐少也是不需要。你能帮我，我可不信。你大可不信，那你就像往年一样，等着挨丞相大人的鞭子，屁股开花吧。你去年在房内休养了多久来着？5个月。你能怎么帮我？那你就别管了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楚玉芝可是全国闻名的才子。我说能帮你拿状元，就一定能拿到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我和龙月的关系。成交。少爷要这么狠吗？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这明明都是你该干的活儿，凭什么让我刷这些边糊啊？让你刷你就刷，哪这么多废物？怎么回事？这是公子的意思。怎么还不刷？公子是啊，公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韦公子，这丫头忤逆公子的意思，不肯刷辩胡，还拿楚公子出来压公子。哟，你大胆！哎呀，张嬷嬷，你误会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刷了，对不对？齐公子，我这喜欢公子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不听你的？谅你也没那个胆子。就是，你干嘛？离我远点啊！你嫌弃我？哎，你别过来啊！离我远点，臭死了！这死丫头，幸亏我跑得快，吓死我了！什么东西？好热，好难受啊！你别过来，你干什么？你出了这么多虚汗，这是体热呀！来，我专门给你熬的凉茶，喝了就好了啊！我不喝，你该不该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吧？哎呀，齐公子，这是我专门辛辛苦苦为了你熬的，喝了吧啊！我就不喝。你喝不喝？哎喝不喝？我喝。乖，来自己喝。怎么样？居然这么好喝！以后啊，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啊！我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都已经这么晚了，好困啊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男子，今夜别走了。春雨淅淅，杨柳依依，城外桃花落满地。嗨，你这一大早在这干嘛？吓死我了！我想你。什么？我想你煮的凉茶了。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？有大病！哎，对了，这是送你的。这是哪来的？这是巧言不要的，我看着还行，就捡回来给你了。齐律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就不能大大方方告诉他是你特地买的吗？我谢谢你啊，把他不要的拿来给我。不用谢。哎，这凉茶你喝着感觉怎么样？没你甜。什么有点甜？在干嘛呢？哎，你来了，这个是我专门给你留的，这是我做的波波凉茶。不喝了，难喝。哎，有大病，刚刚还在说甜。这是谁的床？张嬷嬷，不是我，是龙月那个丫鬟的。啊，是吗？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丞相大人要献给皇上的珍宝，昨日失窃，今日却在你的床上找到。你是个丫鬟，好大的胆子，连丞相大人的东西你都敢偷！有嘴就能乱说啊？那我还说是你偷的呢！你还敢否认？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昨夜龙月姑娘一夜未归，天亮了才偷偷回来。昨夜你一定是去偷东西了。清者自清，我没有偷东西，谁能证明？我能证明。
他昨夜与我在一起。我昨夜整晚，我和齐少爷一同读书，龙月替我们研墨，从未离开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玉镯想必是别有居心之人想冤枉龙月，在场的只有二位了。好啊，是你这个丫鬟！两位少爷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张嬷嬷不是我呀！好了，既然东西都没有丢，那这事就算了吧，你也别为难他了。就按龙月姑娘说的做，若再有下一次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是，这死丫鬟跟两位少爷吃什么棉花糖，连齐少爷也想着她。自他来了这相府，日子就没一天消停过。生活不易啊。哎，你愿意收下吗？啊，龙月，楚玉芝，不是吧，齐景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们俩是不可能的，你千万不要。我没有，这个花我想送给你的，龙月，我喜欢你。我？那我们就更不可能了。送你的。送我铜镜干嘛？我让你好好照照，你长得挺丑，想的还挺美的。你敢骂我？龙月，你要想清楚，我娶你可以当正妻，他却只能纳你做妾啊！那我告诉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那你跟他就有可能吗？你宁愿当妾啊？废话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娘子。好，我走。气死我了！我宁愿做妾，也不愿意跟我啊！哥，你怎么了？乔妍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一个大事要告诉你。说，那个姓楚的跟他丫鬟有一腿。你说什么？眼见为实。真的吗？我这就带你去捉奸。这齐景玉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前2天还那么讨厌我，现在又变成这样，还不是因为娘子你太有魅力了。听到了吗？都开始称呼娘子了。难道这还是我的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怪娘子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错都在我，是我不该让你以丫鬟的身份委屈在我身边。听见了吗？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可是这也没有办法。姑娘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没关系，这事儿啊好解决，只要我离开就好了。我真是太开心了！我也不瞒你们了，其实我早就有心上人了，而且我早就做好了私奔的打算，只是一直害怕伤害到楚公子。哎，如今这样真是太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我走了，祝你们幸福，也祝你们幸福。妹妹，我开心就回来，记得跟我报平安。哥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。我该怎么跟我爹交代呢？这个不孝女！哎呀，爹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居然现在才来告诉我，连一个女人都拦不住。不行，我得派人去把巧言抓回来，不能任由她这么瞎胡闹。老爷，我发现楚公子和他那个丫鬟龙月好像有奸情。哎呀，爹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此事我自会处理，你先下去吧。爹，这还有儿子呢，对不对？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好，太好了！告诉龙月，让他拖住楚玉芝，正好我派人把巧言抓回来。哎，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真没想到是这样的。我也没想到。哎，相公，我觉得巧言私奔还挺潇洒的，要不然咱们也私奔吧？哎，不行，我家相公那可是副相女，还是可考究的。好啊，总算让我找到证据了！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这对狗男女要私奔了，老爷！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老爷，这对狗男女太不要脸了！我刚刚听他们说要私奔呢。别瞎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你在丞相府待了这么久，还没学会不该插手的事儿别插手吗？从今日开始，给我滚出丞相府，不要再踏入县府半步。老爷，我错了。啊，老爷相信，楚少爷，帮我劝劝老爷吧。张嬷嬷，您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该告老还乡了吧？听到龙月姑娘说话了吗？还不快滚！是。相公，你不是说要帮我吗？你不是没遵守约定，把我们的关系告诉小杨吗？不过幸亏这样，我们才能这么明目张胆，对吧？我招谁惹谁了？公子，公子，不好了！你什么事儿？没看到本公子我考砸了吗？什么？楚公子刚入我丞相府？那你是谁啊？丞相大人，其实我早就想坦白了。
我不叫楚玉芝，我叫李清木。龙月也不是我的丫鬟，而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得罪楚家就等于得罪邻国，很可能会掀起两国纷争的。好，你既然承认犯下过错，就休怪我无情。杀了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小姐逃婚的事情就……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在替丞相着想。龙月已经以小姐的身份去见楚玉芝了，只要丞相不揭穿她的身份，我们就可以帮您渡过难关。我这么相信你们，想不到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！你们，老爷，丞相大人，大夫，我爹怎么样？季公子，楚玉芝的事情，龙月已经解决了。现在谁管什么楚玉芝啊？我爹就是被你们气病的。要是皇上知道此事，你们也逃不了干系。哎呀，公子，你莫生气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哎，我帮你算一卦吧。算一卦？有了，不出3日呢，会有一名神医带着百灵伞来到相府，到时候你爹的病呢，很快就好了。唐龙月，我爹都这样了，你还要骗我？你不信是吧？那我再给你算一卦吧。8月初5午时，京城必定暴雨3日。50不就是现在？神了，唐龙月，你神了！神了，龙月，神医真的来了。你就听神医的就行，百灵伞一定可以治好你爹。对了，这下我爹可算有救了。哎，神医，神医，双月，你让我进去！他在里边救我爹。我就告诉你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医，他就是我妹妹庞双月。哎，神医，丞相已经服药，3日之后便可痊愈。庞龙月，当年我救你于病榻，有恩于你，没想到就因为戳穿了你卖假草药一事，你竟然记恨我至今，胡说八道，怪我凌虐。我胡说八道？好啊，庞双月，你敢不敢发誓你不是庞双月呢？如果我不是神医，那就让我全家死光光！你怎么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？你哪来的名牌？你把神医怎么了？季景月，他真的不是什么神医，你相信我。可是他有名牌啊。可是我还是神算子呢，你忘了？神算子，我也会算。真的假的？那神医给我算算。你每天都要吃饭。冬天怕冷，夏天怕热。哇，神医你也太准了吧！龙月，他真的好准啊！不是吧，齐景月，你怕是个傻子吧你？庞双月，我就告诉你，不许对神医无礼。我告诉你，我有百灵伞的秘方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你就等着你爹上刑天。你放下了，齐景月，庞双月，你回去。你的百灵伞真的能治好丞相？一定能。那好，那你先去把药配好，我们找机会给丞相服下。李公子，送你的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眼里不是只有庞龙月吗？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花儿就在这儿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后悔了。大人，你想干嘛呀？庞双月，这回应该问你自己。丞相大人都出了这么多冷汗，你怎么解释啊？这是散热，你懂什么呀？那现在呢？要醒了，醒？我可是要去见阎王了吧？庞双月，你是为了害我们都不顾自己死活了是吗？姐姐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吗？我不仅没了铺子，裴景恒也不要我了，爹爹也不让我回去，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也要夺走你的一切。你口渴，去倒杯水来。没空。丞相大人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现在从来没这么精神过，多亏了神医的神药啊！不可能啊，他根本就不懂医药。我去叫齐公子来。丞相大人，这是百灵伞，你赶紧服下，快！丞相大人，爹，你给大人吃了什么？我爹不是好了吗？有六毒，庞龙月，你竟敢毒害丞相大人，不带这么坑人的吧？丞相刚才根本就没喝龙月的药，你乱用草药。大人刚才只是气脉混乱，回光返照而已。想清楚，如果你要再袒护他，要跟他一起掉脑袋的。你先把他关进杂货房，等我调查清楚再说。龙月，如果你真的做了，别保不了你。什么人？大哥，你印堂发黑，今日必有邪事，很不适合守夜啊！你闭嘴！有鬼啊！哎呀！
来是个色鬼。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神医，我爹还有救吗？庞龙月用药歹毒，丞相恐怕凶多吉少。我有办法，我有一剂神药可以救丞相大人的性命。又是龙月的毒药散是吧？齐公子，我不能再冒险了。我明白。别动，起来！裴青木，你真的要为他去死啊？龙月，进来吧。你把丞相扶起来。李嬷嬷，他们想害死丞相。去啊！齐公子，他的药有毒啊！有效果了。爹，进吗？爹，大人，爹，来人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抓起来！齐公子，他们要谋害丞相，意图造反。我要杀了你们！爹，神医啊，吃了你的药，我现在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。昨日吃的是毒药，这第二副药才是药到病除的神药啊！神医看似年纪不大，却有如此本事。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若不嫌弃，我想收神医为义女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啊！钱？大师，你们变脸也太快了吧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个东西给我抓起来！这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！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要谢就谢龙月小姐吧，是她为你求情，丞相才饶你一命。谢谢姐姐。不过她让我转告你，以后不要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义女，齐家就是你的娘家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谢谢义父。我有一个想法啊，我想和我娘子再成一次亲，再办一次喜事。上一次草草了事，你的娘家人都没到，这次有了娘家人，我想给你一个隆重的仪式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你是我李清梦的娘子。娘子，相公，你回来了。大婚真是太累了，我都累得睡着了。今天可是大婚之日，我们得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吧？哎，刚好我也有一个小想法，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合？什么？不错呀，你穿上这身喜服比我自己穿上好看多了。佳人夫妻应当抚慰情，弹尽悲欢唱别离，月色寂冷风息。圣上有旨，新科状元李兴木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梁23年，兴水县才子李兴木高中榜首，状元及第，赐黄金500两，白银300两，封为副相，即日上任。臣领旨。龙月，龙月，不好了，龙月，李清木他。秦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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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以为你出事了呢。没事，他想换上私奔了，说要和你回乡种田，我怎么劝都没有用。是时候回去了。我们3个人一起回去。3个人？